这个人呢，他又要抢王力宏的那个票了，还有1分钟啊，看他能不能抢到吧。叫他不请我吃冰淇淋，所以抢不到票，抢没抢到？我还有第3次机会，周5、周6没抢到，还有这周日，周日肯定没什么人看，好吧？抢到没有？失败。你为什么换了件衣服啊？因为我想换。哎，你最近有没有看歌手啊？没有。你现在有点像窦靖童，你知道吗？我谢谢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离线玩家 online 频道。今天轮到我来当判官。为什么会是判官呢？因为我的手机跟他们俩有点区别，好吧？哦。我是 iQOO 15T 天玑9500，8千的电池。那么重量级嘉宾是，我这台是红米的 K90至尊版呀。这个摄像头排列，朋友们有没有很熟悉啊？好像这个风扇这个开孔不太一样啊。然后同样的裤衩壳啊，它的配置呢是2024年的骁龙8至尊版啊，然后是8550的电池。有可能在今年用8亿呢，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。就某2021年还是20年用骁龙870的感觉啊。我这台呢就是你爹。K90 Max 确实，除了处理器换成了天玑9500，价格贵了几百块钱，风扇开口有点区别，其他的跟 K90 至尊版的配置，所以至尊在哪里？处理器是至尊的好像也没有比我好呀。我是天玑9500处理器啊。那么今天呢，2台红米的风扇都会默认开启智能模式，如果开了别的模式，我们会再说的。他们俩手机上有风扇，我就给我自己吹风扇，好吧？但是你这个风扇不能吹手机。可以。那么相关的流程已经设置呢，我们打在中屏的某个地方了。大家如果喜欢视频，不要忘记了一键3连。OK， 那我们还是先打王者吧。好久没有打过这么高配置的王者了，3台手机全是144加上最高的画质。然后我想说的是，中间这台iQOO 15T 会稍微亮一点，在这种自动亮度的情况下啊，那你们就调的差不多吧。我们把音量都调到差不多50%，我刚才听了一下，感觉我的 iQOO 会稍微大一点点，几乎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吧？那也是大嘛，好吧？那也就微大了一点点吧。微大也是大。今天大家很平均啊。玩了快10分钟了，看来我这2K 屏的 iQOO 15T 也不在话下呀，跟你俩的比。确实，现在中间的这个iQOO 15T 感觉亮度是要高一点点的。亮度啊，调一下，快点！你还没风扇，对不对？对呀。猛战斗了20多分钟，3台手机都没有什么问题啊。下一把拉负载。iQOO 这里有 Q 新专区啊，开了一个超高分辨率，画质调又开了什么智能优化，这里触感什么都拉高了，又开了一个4D 帧改，就这些了，也挺多了。后面2个人好暧昧嘞，在那边一直对了。不应该在这儿。你不是判官吗？你判一下呀。这个人就是嫉妒我跟思康关系好啊。干得漂亮。2台红米的设置基本上是一样的，就是在这个独显示增强里面开启这个超级分辨率和游戏 HDR， 插帧我们就不开了，然后触控增强这里全部拉满，2台红米都是一样的。第2把游戏打到3分钟，我的 iQOO 只有120帧了。看来这个没有风扇还是不太行啊。让我开一下 Monster，你开呗。看一下。144已经回去了。OK。但是，刚才。我这个你拿下来吧。刚才我这个 K90 Max 呢是短暂掉到了90帧啊，我以为掉帧了。90帧啊？对，90帧。刚才在清兵线的时候90帧了，然后现在回到144了，也不知道能稳多久啊。大概掉了几秒钟啊？大概4、5秒吧。K90 Max 啊，全程144，没有问题，没有一点问题。装啥呢都？就装。打了5分钟掉帧了，90。OK。已经稳在90了，对，哇，夸张，太离谱了，又坏了，144了又啊！刚刚确实是90几帧，那跟刚才情况一样啊，他怎么直接掉90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应该掉120啊，直接掉90。这把游戏打了15分钟 ，iQOO 在什么都拉满的情况下，3分钟锁到了120帧，之后开启了性能模式，就没有什么问题了。我这个 K90 至尊版呢，全程就是90/144，90/144。但是你没有开那个性能模式是吧？对，就是一直均衡模式，然后它这个来回有了784了吧 ？K90 Max。这把游戏网络和帧率都没有任何问题。你的设置不是跟至尊版是一样的吗？处理器差距， OK， 性能差距。有人要去进食了，那我们赶紧放一下视频，等等他吧。你好意思说我呢？就是你吗？你之前被打断施法了。我没有啊，你没有证据。我们3台手机就看自己的户外的40和60帧，并且打开弹幕，在这等他吧。亮度已经调差不多了。放完20分钟的 B 站4K 6帧视频了，现在我的 K90 至尊版还有93的电。
这个 iQOO 15T 还有91，旁边的 K90 Max 还有91啊。那接下来我们在这里看看他们的信号表现怎么样吧。我们在微信里面拍了1分钟的微信视频呢，现在三元手机准备上传一下。今天不出意外啊，左边的这一台是 K90 Max， 右边的这一台是 K90 至尊版啊。点 K90 Max 不用导出，好，它已经发完了，其他2台手机需要导出。好 ，OK，iQOO 已经开始发了，好，它发完了。解释一下什么叫至尊呢？就是处理器的名字比较至尊，所以就至尊了。发的也还可以啊。现在我们再来下载一个1.6G 左右的安装包啊，来吧，3、2、1点。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速度，哇，中间的iQOO 60多，好像是我们这里下过最快的了，1G 绝尘。右边的 K90 至尊版是45兆啊，左边的 K90 Max 被抢完了呀，11兆。OK，iQOO 已经下完了。Holy shit！ 我的fuck！至尊现在的话是30多兆了。OK， 右边的 K90 至尊也下完了。啊 ，K90 Max 速度起来了，也到50多了，就是被抢了呀。这个 K90 Max 抢不过啊。好的，现在进入到抖音里面了。我们用电信卡打电话，联通卡来刷抖音啊。先来慢刷吧。这个 K90 Max 感觉有点刷不动了啊。慢刷还行。中间这个 iQOO 15T 也一般，感觉好像至尊版稍微好一点，但感觉你卡一点。对，感觉这个界面没有120帧啊，它对也卡了，其实。不止卡帧率有点低了。那我们再加一点速吧，还行吧，但是都有这种感觉刷不上去的iQOO 感觉，是有点卡呀。就都不太好。然后再往上最快吧，最快这个至尊版有点不跟手啊，真的好不跟手。就各有各的问题，好吧，表现都不是特别好。好，现在我们用联通卡打电话，电信卡来刷抖音啊。先来慢刷吧。哎，感觉电信卡好一点，没那么卡了倒是。你这个就是还是刷上去的时候会卡。好，那稍微加点速吧，还是会有这种加载的情况。你再来最快吧。啊，最快依旧不跟手啊！我这个至尊版，感觉刷2次给我跳出来1次视频。其他2台就是正常加载吧，感觉表现是会比联通稍微好一点的。我们先看一下3台手机电量啊，Max 还有89，15T 还有88，至尊还有90。接下来我们准备照着地图步行档去中午吃饭的地方啦。但是我刚看了一下，我觉得15T 好像拉了一坨啊。你在对面了，其他2台位置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准的，而且你今天没有伞怎么办呢？我就跟思康一起打呀。我不想跟他一起打。我们这一段路一般都没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就把照着地图按后台就刷美团了。等会有碳的时候再看一下3台手机亮度怎么样，因为现在这里稍微有云给挡住了。走了有10来分钟了，刚刚想看一下美团用了几分钟，然后发现我开机的时候打开了这个屏幕使用时间，但是他竟然跟我说我没有用手机，然后发现但最离谱的是我他妈也是一样的，就是它屏幕使用时长是小于1分钟，但是底下有个今日用眼时长。啊？不懂啊。什么东西，两个废物啊！我的iQOO没什么问题，都显示正常的。你们俩要不要关了再打开试试？这不还是重置了吗？哦，重新搞完之后也是一样的。等会儿再看看吧。等会儿再看看吧，要不然今天只能以你为准啊。目前只能以我为准了，我的美团现在刷了8分钟，那就只能看着荧幕的美团时间来控制我们两个的时间了。就我来控制你们俩了。本来应该刷15分钟美团，但是时间越长越不好控制他们俩，所以我们今天就刷了10分钟美团了，现在也你讲刚好了。话能不能不要这么隐晦呢？我说的是很正常的话呀，现在导航上我们直行了，但是我们还会选择左转自己走嘛。还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没有什么太阳，但是你为什么还一直要打着伞？没有太阳也有紫外线，好吧？就是今天这个天上云这么厚，你还要在这边打伞？刚刚那段路程，iQOO 的导航规划是在马路对面的，但是我的实时位置一直是对的。过这个路口走了10来米啊，只有我的停下来，它又回去了。刚刚 K90 Max 的实时位置是对的，停下来。确实，其他2台都是完全没动过的呀。对，都在这个上面啊，只有 K90 Max 我刚刚是看到了的。刚刚位置对了，停下来又回去了。我们这2台又走了10多米，他们俩的实时位置也修正了，都是对的了。往前走了10来米，我这个 K90 至尊呢规划了新的路线是往回的呀。K90 Max 出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啊，它回去了之后，它还往北走了一段。OK，我的iQOO停下了，但实时位置也还是对的。又往前走了个10来米 ，K90 Max 的路线也规划了往回的。回什么头啊？实时位置对不就可以了吗？快走，走，我要控制你们俩。好饭不怕晚嘛，我直接规划往前走的路线了。但你位置不对啊，你位置差一不是在上面点点没有吗？关系了，大家都能看得懂，好吧？没关系，另外2台红米的位置也是不对的。我们在这个小路上，但是他给我们的实际位置在上面的路上了。
往前又走了10来米啊，我这个 K90至尊版的规划了往前的路线了。K90 Max 并没有规划往前的路线，而且它的位置是在人行道上面的，也不对。走完刚刚这一节路了，我的 K90 Max 是规划的最晚的，比他们2个晚了得有个20来米吧。到了这个路口，导航继续让我们往北走，我们还是遵从翼木的控制啊，往西走。我没有主动控制它，爽不爽？不爽。刚过了一个路口，我的爱处实时位置就对了，而且它也切换到新路线了。牛逼！ 2台红米呢？哎呸！只有我的至尊版啊是实时位置对的，然后这个 Max 好像没有新的实时位置。它完全动都没有动啊，朋友们。到这个学校门口了，我的 K90 Max 还是最晚规划路线的，它现在是往回的，另外2台都规划了往前的。OK， 然后我们现在来打开美团，哎，完了，又没有太阳了。啊，太阳，服了呀！服了，算了吧。现在终于有大太阳了呀，然后3台手机又切到美团，搁这刷呢啊，来快速刷。 但是我的 K90 Max 的高德小窗怎么不见了？哎，对哦，你的小窗呢？你怎么只有上面这个了？哎，哦，又有了。好，继续刷。3台手机现在亮度的话，感觉是中间的这一台 iQOO 会比较高一点啊，它是个2K 屏呢。赢麻了，然后刷了这么久都没有怎么卡。K90至尊的亮度是不是降了一档了？我感觉它降了一点了。现在这个 iQOO 15T 肉眼看是比较亮的。我们让在太阳下走了一段，我感觉3台手机的亮度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啊。现在应该是右边的这台 K90 至尊是最亮的，但是这不是他们自动亮度，是我们手动把它拉到最高啊。现在太阳还是晒着的。现在我们已经拐到另一条路上了，我的爱处的规划路线就在这一侧呀，实时位置有点偏差，也就这样吧。其他2台红米的规划路线在马路对面，然后他们的实时位置也是在路线上面的。哎，这个确实现在比较亮哎，能感觉到啊。中间的iQOO尾掉了，尾掉了呀！尾掉了呀！干嘛这样尾掉就尾掉吧。我刚刚仔细观察了一下爱处的实时位置呀，非常的准确，我们就在这儿，但是导航了在路中间。我这个至尊版呢，就是实时位置是在规划路线上面了，从来没变过啊。对。K90 Max 啊，这个就很奇怪，稍微慢一点它就回到路线上面了，走得快一点，它的位置就是对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到这个路口了，停下来看一下3台手机有没有虚空行走的问题。首先我想说一下，就是这3个手机，它们现在在阴的地方还是iQOO的亮度比较高一点啊。然后呢，位置其实是有一点区别的，iQOO引到这个路中间了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只有你的 Max 是有虚空行走，你的 Max 开走啦，其他2台都没有动啊，完全没有变化。我们现在过了个马路了，现在到了调理点了，准备上去调理一下。但是这个 K90至尊版开始走了，朋友们。怎么办呢？你怎么也开始虚空行走了呢？只有iQOO完全是不动的。3台手机现在的规划路线也只有iQOO是在这一边的。真得控制你们了。我这个 K90 Max 实时位置没有变啊，走起来也没有变化，朋友们。哎，变了。好，变了。OK。好了，现在走得不够久，知道吧？哎，要走久一点啊。多走一走。爱处还在它的规划路线上面，它是没有上来啊。不想变了，累了。至尊版的实时位置是对的呀。这一节路都快走完了，我发现爱处的实时位置，刚修正了，现在又回到路线上了。行吧，反正都在这边，无所谓了。导航了43分钟，终于到目的地了。我这个 K90 Max 可以说是最拉的。这个虚空行走啊，真的是一停下来它就在走。我前面就已经发现了，但是没有说。它除了在行进过程中的实时位置还算准确之外，路线规划比另外2台都慢挺多的。我这个至尊版呢，感觉跟这个 Max 也是如出一辙，但是还略好一些啊。实时位置和路线规划呢是比你要强一些的。有虚空行走的问题啊，这个 iQOO 是没有出现的呀。那怎么说？感觉是 iQOO 确实把咱俩控制了呀，好吧？那最好的就是我了，无话可说，好吧？无论是位置还是轨迹规划都比他们好一些。期间呢，我们还刷了10多分钟的美团呢。我们看一下手机用了多久啊？你们2个现在能看到吗？我刚卡完之后，现在是出现了31分钟，你还是没有，你还是1啊？就咱们2个都是卡，但是呢，它小于1，不是1。那今天的话，只能以我的爱处为准了。现在我们用了2小时4分钟了，可以看到它好像是记录到桌面了，我们最后就不用加了。现在我的爱处还有79的电，我的至尊版还有84的电，我的 K90 Max 还有82的电。那看来你会最早结束啊！那太好了，我结束了，他们俩估计也不知道用多久了。行吧，就这样吧。我们去厕所看一下信号表现怎么样吧。
我想说它的食堂呢。哎，走吧。我们终于进入到这个信号很差的卫生间了，这个位置等了能有10多分钟啊！3台手机都有环境色呀，只有中间的 iQOO 会稍微明显一点。现在我们用联通卡打的电话点。怎么说 ？K90至尊直接呼叫失败了。中间的 iQOO 是比较先打出来的，Max 会稍微慢一点。这个至尊再来一遍吧。哦，太好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在微信里面发送一个表情包。点。iQOO 发出去了。哦 ，Max 也可以了。K90至尊毫无反应。真的是急掉了，一点信号都没有啊！这个至尊连个同城页面都没有啊！另外2台虽然有那个界面，但是也刷不出什么东西，非常的艰难。iQOO 可以，图片都出来了 ，Max 没有反应，那就iQOO赢了。好，现在我们进入到抖音里面来了呀，只有中间的 iQOO 是刷出来了新的内容，至尊是之前的 K90 Max 没有内容。iQOO 再刷一下看看。哦，可以啊，看评论区。哎，牛逼！好，现在我们切换到电信卡了，来准备用电信卡打个电话。点。，Max 通话结束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但另外2台现在也没有打出去。至尊版通了，中间的 iQOO 还没有反应。Max 再给他一次机会。Max 通了。你这个 iQOO 什么意思呀？电信这块就……好，现在我们进入到微信里面来发送3个表情包。点。我没发出去，是谁最快？什么意思啊？K90至尊提示无法连接到服务器了。退赛1位，为什么呀？电信发不出去，他明明是电信已经收到比赛的消息了。iQOO 也是无法连接到服务器了。iQOO 也退出比赛了。这个时候至尊版发出来了。都同时出来了。现在我们进入到微博里面来了，这台 K90至尊，刷新出来了，只有 K90至尊出来了。但是它不是同城这个地方没有出现同城的那个频道。但是它能出来就可以了，另外2台什么都没有呢。Max 这会显示网络出错了。把这个 iQOO 和至尊再重新刷看看，3、2、1送。感觉停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。尽力了，这样吧。今天的电信信号这么差吗？怎么抖音也没有东西啊？最右边的至尊是刷出来了吗？好像是刷出来了。再刷刷看。至尊出来了，没画面。有画面。有画面了。评论区呢？试试。这2台刚刚已经无响应了。至尊这个电信可以啊。联通的话就是中间的 iQOO 表现不错呀，然后电信的话是右边的至尊版表现不错，然后这个 Max 呢就是表现一般了。联通、电信都不行。现在我们到地下车库来扫一下墙上的2维码，已经有手机放大了，不管了，1米、微信都是联通4G 网，来吧。几乎没什么区别啊。现在离那个2维码大概4、5米的样子，来吧，连放大都没有。那往前走吧。好像有开始放大，怎么说？中间的 iQOO 先扫出来了，然后是 Max、K90至尊。它会比他们2台稍微要近一点啊。到这个很暗的地方来了，微信1米，来吧。中间的iQOO会慢一点啊，现在是3米左右，来吧。3台手机都也还快啊。饭前还是先打把金铲铲啊。打完了，120加至臻，要多招有多招。还有144加至臻，要多招有多招。高在哪儿呢？K90 Max 165加至臻。那你144吧，144吧，好吧。OK。我这个现场场呢看了一下，是最高144啊。你没有165啊？但是我俩都是165的屏2台红米啊。你这个至尊到底在哪儿呢？至尊在哪个地方？可能我这个帧率一会儿能稳得住吧。你165，你不能稳得住，好吧？他开144啊。看你表现，好吧？他开144啊。菜逼！他开144，你有没有听我说话？我听到了。这找我呢，野怪还没打完就掉到120帧了。你待会儿再开吧，好不好？K90 Max 这是掉90了吗？它现在是89帧了，那你得开了。你先开狂暴吧。这太就是菜呀，144啊。你这个至尊还行啊，狂暴完了啊，它现在回到144，但是感觉有点波动。你们等一下，可能就要把那个风扇模式改一下了。等会儿再改吧。别说了。
啊，看我多少，120都稳不住，好像。 110、120，再浮动，你调的更低再开吧。好吧，打了2轮回合，我的爱酷竟然也90帧了。我这个 K90 Max 啊，更是神中神啊！狂暴模式也已经锁90了。90至尊没有变144。那你还是比较厉害一点的。完了，家人们，开了性能模式也是90。96，等一下，看它会不会涨，144了，140了，回来了，140了，140了。哦，最差的。哎，没事，我现在要去拉风扇了。之前是默认调频啊，现在我给它开到高速强冷，好，并没有什么卵用，还是90。144还是稳不住啊，最终还是回到了120的怀抱。又玩了一个回合，我90了。哇应该是下线了吧？ OK， 现在帧率略低一点了，也是137左右吧。调的还可以啊，还可以，不错。你之前不是说没调好吗？那是某个环节吧，好吧，但是大体表现还是不错的。它还是开的均衡模式啊，朋友们。对，均衡模式。而且风扇也没有调啊。而且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一开始是统一的亮度的，现在就是红米 K90 至尊版是最亮的，iQOO 其次吧。然后这个 K90 Max 所有东西都调完之后，它现在是比较暗一点的。右边的 K90 至尊版非常的亮啊。那你调低一点吧，他们两个已经没用了。打了20多分钟啊，我这个至尊版是锁帧了呀，锁到60了。要么很猛，要么很弱，跟那个王者的表现如出一辙呀。就是一下就降得很多、但它亮度前面也比较高一些，然后在这个144也一直在稳，而且均衡模式，我觉得这个调度表现非常厉害啊。那你狂暴吧，哎，你回去了，你又回去了，他又是真的跟那个王者是一模一样的表现啊。好的，朋友们，现在帧率好像又掉了呀，是60帧吧，应该是。他又回去了，你看，对，他又到144了，他就一直这样子，60、144来回。然后一般就是可能1分钟又换回去了这样子。这版游戏一共打了33分钟啊 ，K90 Max 这个表现啊，只能说拉完了。感觉不到10分钟的时候就开始锁90了，然后开了狂暴模式和风扇拉满之后也没有撑多久，大概撑了个7分钟、8分钟左右，然后后面就一直是90帧锁住了。那你记得把风扇那些调回去啊。我的15T 最后开了性能模式，在15、6、7分钟的时候也保持在了90帧了。哎，我的至尊版呢，前20分钟一直是144，20分钟之后呢就陷入什么呢？就是60、144、60、144来回波动啊。然后我们发现它在人多的时候就是144，然后人少就是比较多的时候。因为我自己平常不但看帧率的那个数字，我还在看那个画面啊，然后就是感觉人少了之后，60我其实不怎么能看出来掉帧的。我觉得这个调度还算比较智能的，就会有一种让你整体玩下来很流畅的感觉。全程都是均衡模式，并且风扇模式也是没有变过的。对，然后后面是锁定亮度了嘛。那接下来把手机交给大师，拍点照片吧。那就拍美食了，还是一倍拍全部的菜，2倍拍单个的菜啊？爱酷用的是鲜明，这个 K90 至尊这边它显示是原图啊，它底下默认的。爱酷的这个鲜明还是比较好看的啊。我觉得 K90 至尊版的就一般般哦。K90 Max 感觉跟 K90 至尊没有什么区别啊。我觉得红米的都不是特别的好看啊，感觉拍出来没什么食欲。你要说真实吧，感觉比真实的颜色还要稍微再浅一点。但是有一些酱油比较重的菜，感觉它颜色就比较深一点了。总之就不是很好看吧。两台红米的表现几乎就是一模一样的，真没有很大区别啊。爱酷这边我会觉得食欲会稍微好一点，整个菜还是比较鲜亮一点啊。我最喜欢这种手机了，因为没有长焦，我就可以不用室内的东西啊，赶紧吃饭好吧。拍完照片之后呢，这个至尊版还有70电，爱酷还有62。Max 还有67的电。吃饭期间呢，我们会看 B 站的1080P 原画的直播呀，并且把亮度都统一了呀。你今天食欲怎么样啊？跟你们一样。跟我们一样吗？你问一下观众信不信吧。吃好饭了，期间看了30分钟 B 站视频，现在我们用了3小时35分钟手机了。我的爱酷还有58的电。红米 K90 Max 还有63的电。至尊版还有66的电。为什么今天你吃的这么少呢？就是天热了，然后没有什么胃口呀。你也没看着瘦啊。瘦那才半个月不到，怎么可能看到效果呢？对吧？好，现在我们吃完饭了，出来打个微信视频通话。从这个画面上来看的话，两台红米没有很大的区别，但是中间这个爱酷，第一它非常的窄，第二就是它的美颜非常的夸张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极其离谱的那种啊，就是任何细节都没有了。两台红米会稍微好一点，但是它们也是有一定的美颜的，但是比较自然吧。这个是 Max 啊 ，Max 还可以。然后这个 K90 至尊版感觉对比度要稍微高一点啊，范围的话也是两台红米会比较广一点。
后置镜头的话呢，由左至右是 K90 Max 比较近，其次呢就是中间的爱酷 15T， 最广的是 K90 至尊啊。感觉中间的爱酷 15T 是会比较的清晰一点的，其他两台红米就稍微糊一点吧，没有特别大的区别。你现在亮度怎么又降下来呢？打完10分钟微信视频通话了，我们现在来到了非常凉爽的北辰啊，在这里拍点照片，好吧？好的，拍照了，但是这几台手机啊就无所谓了，好吧？随便简单拍一拍，先录像啊。3台手机的主摄都是可以 4K 60帧的啊，但是只有爱酷的这个超广角是可以 4K 60的，其他两台红米都是不能够 4K 60的，他们的超广角最高只有 1080P 30帧啊，我们就直接录 4K 60了啊。我现在从取景器上来看的话，红米 K90 至尊版会稍微真实一点啊，爱酷这个稍微会显得泛白了一点，慢慢走过去。好，拍一下我们的未来战士，这个是红米，这个是爱酷，这个是至尊版啊，大概就这么效果。好，现在慢慢转圈。现在我从这个取景框上看这个屏幕的话，是爱酷比较亮一点啊。好，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了。我再稍微离远一点，向他们跑过去啊。有。好，大概就是这效果，大家开始笑了，憋不住了。好，然后再跑着转圈，大概就是这个效果吧。好，大家感受一下就行了啊。刚刚就录了1分钟左右的像，大家可以看到吧，就中间的爱酷 15T 是非常亮的，其他两台都比较暗的，尤其是这个 Max 感觉是要暗一点了。然后呢，这两台红米的风扇我们又调回到智能了啊。这风扇有啥用啊？真是。OK 啊，朋友们，3台手机的前置镜头最高都是 1080P 60帧，但是我发现右边的 K90 至尊现在是不是取景框开始掉帧了？对，哦，不是60了，明显啊，其他两台都还挺流畅的。OK， 朋友们来做一下3台手机的前置录像，但是为什么中间这个爱酷把我的胡子拍得好明显啊？而且中间这个爱酷非常窄啊，大家看得到吧？对，它这个视野就很窄。这个红米左边的这个叫什么 Max 好红啊！对，然后右边这个至尊版的有点略黄了，这你中间爱酷也很黄，好不好？爱酷爆黄，跟得了黄疸一样，我的妈呀！好了，现在也没有什么太阳啊，怎么办呢？你跑呗，跑吧，跑吧。大概是这么一个防抖效果了。哎，又出了点太阳了。哦，有没有什么明显的眩光什么的？没有，是看不到的。现在是个逆光的场景。哎呀，反正这个效果的话，我感觉都有点奇怪吧。中间这个爱酷的屏幕倒是蛮亮的，左边这两个红米呢，就是已经是不是很好看见吧？而且右边的那一台刚刚在拍之前就已经掉帧了啊。对。哎呦，这我就无语了。哎呀，但是就是亮，但是又视角窄，两边这个的话，我个人可能会更喜欢这个至尊版一点啊。我们现在准备用他们的拍照模式来拍一下自拍啊，就是前置镜头，就只用拍照模式了。反正就是这种自动的啊，然后可以看到就是爱酷这边确实是比较窄一点。来吧，我们现在在阴影底下先拍一张，我们再到太阳底下去再拍一张。Holy shit！ 好热，先到太阳底下再来一张，快点！3、2、1， 33度啊。然后呢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屏幕还是爱酷的是比较亮的，对不对？中间这一台一骑绝尘啊。后置呢也没有长焦镜头嘛，然后我们也随便拍了哈。人像模式就不找了。我感觉是 K90 Max 会比较真实一点啊，其他两台就感觉颜色都比较艳一点，都是默认的什么鲜明啊，什么自动的那种东西啊。你又到我后面来吹我了呀？吹得爽吗？还可以吧，吹得后面凉凉的。换个人就好了。你只是戴了个墨镜而已，为什么那么像机器人啊？好僵硬啊！你现在很有伪人感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爱酷呢，因为它是2亿像素，所以它这里有一个4倍啊。那我们红米就搞一个5倍吧，因为它4倍那也不太好停啊。它这个裁切的4倍，感觉解析力还行，还是躲在太阳底下来拍一下这边的建筑物啊。但是我现在从这个屏幕亮度里面真的只能看到爱酷啊，其他两台我是真看不清了啊。但是爱酷也跟之前比明显变暗了，但还是它比较亮一点啊。今天这个天上云还挺多的，这几个手机大家就多看看成片吧，没有很多好聊的。我还是会觉得爱酷好一点，依旧还是用红米的5倍去对比爱酷的4倍啊。它这个角角吧上面有一些字，爱酷的取景框其实是不如红米清楚的。爱酷最高给了40倍，真的假的？就拍到10倍啊！虽然爱酷的取景框呢在低倍率的时候是没有红米的清楚的，但是到了这个10倍的时候还是清楚很多的。另外一边再拍一下，但是不拍超广角了。但是这个画面的层次感，我从取景框上看还是爱酷的会好一点啊。2倍裁切，
哎，我真感觉爱酷的好看一点，你觉得？你不觉得爱酷的这个颜色过渡的比较自然一点吗？我觉得你说的对，而且它还真实一点。但好像拍不清。爱酷也拉个5倍吧，啊，10倍从取景框上也是能够明显感觉到区别的。而且我觉得爱酷的防抖还好一点。一头的汗啊，再拍最后2张，就拍这个树了，1倍和2倍，拍个绿叶给大家看一下，剩下。还是比较绿的，黄色有但不多吧，感觉爱酷这边还是会偏绿一点啊，红米这边是会相对来说真实一点，但是我觉得没有那么好看啊。在这一阵的地方拍完照片了呀，现在看看电量吧。至尊版还有61的电，爱酷还有52，Max 还有57的电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步行前往那个地铁站，然后去南门口，中间刷30分钟信息流了。那不然这么近你还想打车吗？也不是不行啊。那你打吧 ，God bless you 了，自己出钱。走。大家想知道未来战士的抖音平时在刷什么吗？来，这什么呀？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刷这个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推送有问题啊。你对了，你看那边那个人硬要走对面呢。没办法呀，青春期叛逆是正常的呀。吃独食呢，搁这啊。花自己的钱买自己想吃的，吃独食呢？花你钱了吗？换小红书了啊！10分钟抖音已经刷完了，我要吃点独食。你不准吃独食，你要请我吃。你想吃什么？我要吃那个，我要吃巧克兹。这个？对。哎呀，请你吃，不告诉他，偷偷吃啊！偷偷吃。他少吃点挺好的。对。你真的是小气，他也请我吃了。那他怎么不请我吃？你小气，他为什么要请你呢？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什么事情？我马上要抢王力宏演唱会的门票了。2开。跟大家说一下，对，是2开啊。这个人上一次跟我说980的好抢，因为性价比低，然后980的票是最多的。还有1分钟。好，我看你抢不抢得到。我再抢980的。全程记录好吧，看你抢不抢得到。开始紧张了。2、1，来，出来呀！我求了。有没有？啊，他用自己手机啊？有没有？哎呀，别找啊！朋友们，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1分多钟了，他还是没有抢到啊！朋友们，你们觉得他能抢到吗？我觉得他抢不到了。怎么说啊？哎，怎么走了？怎么说啊？哎，那你猜一下他抢到没有？没有吧？我们现在其他2台手机已经在刷淘宝了。这个人呢，他又要抢王力宏的那个票了，还有1分钟啊，看他能不能抢到吧。叫他不请我吃冰淇淋，所以抢不到票。抢没抢到？怎么说呢？我还有第3次机会，周5、周6没抢到，还有这周日。周日肯定没什么人看，好吧？抢到没有？失败。来吧，快点。我们已经看完30分钟信息流了呀。现在这里我们来报电量吧。现在至尊版什么至尊版还有54的电啊。爱酷呢还有46，Max 还有53的电啊。现在是下午的3点59分，晚上4点了。我们用4小时31分钟的手机了。OK， 接下来我们就穿一下南门口的巷子，有百度地图步行轨迹。已经不想动了。他就很明显不是幸运儿吗？为什么？他们俩约会去了。我们2个呢？我没跟你约会。那你要去干嘛？我要去排出一些身体的废物。OK 啊，我们步行轨迹记录已经结束了。首先起点跟大家说一下啊，最准的呢应该是这个 K90 Max 啊，它就在这一条路的上面一点点啊。你这一台爱酷就稍微精确一点了，所以后面呢就拉平了。其实像 K90 Max 这样才是对的啊。但是朋友们，你为什么这个至尊版到地铁站里面去了？可以说一下吗？我们刚刚从地铁站刚出来，所以这个位置在这边也很正常，好吧？啊，正常吗？真的吗？别笑啊！进巷子的话呢，那就是中间的爱酷会比较准一点啊，它很长一段都是在路上的。而这个 K90 Max 和 K90 至尊呢，都稍微没在路上，但是 K90 至尊会好一点 ，Max 就整体都往上偏了。哇哦！接下来是回头路啊，回头路就只有这个 K90 至尊版打劫了呀，其他2台都还挺准的这个轨迹，但是其实是 K90 Max 会更准一点，因为它其实是在这2栋楼中间的啊。然后这个爱酷是到楼上去了，从回头路出来的这段路的话，就是 K90 至尊会比较准一点啊，其他2台都稍微偏上了一点了。接下来拐弯的话，3台手机都不太行啊，都是有点偏上的，但是程度的话是 K90 Max 最差啊。
它是往上的最多的。再到学校门口这段路的话，也是 K90 Max 会偏的稍微多一点，其他2台都还 OK 啊。接下来那一段小路呢，这个 K90 至尊版还是弯折比较明显的，是比较不错的。其他2台就大差不差了，我感觉弯折都不是很多。2栋楼之间的话，又是 K90 至尊版比较好了，它真的就在2栋楼之间，其他2台就全部飞楼了呀。上面显示的情况来看的话，其实最差的应该是这个爱酷啊，它已经完全到这个楼的完全上面去了，是不对的。文脉屏像的话呢，其实是这个 K90 至尊版会稍微好一点，因为它前面虽然平出去了，但它后面整个比较开阔的地方呢，都还是比较在路上的。但其他2台呢，就都不是很准啊。尤其是这个 K90 Max 越到开阔地方越不行啊。最开阔的地方，我要说明的是，其实 K90 至尊是比较准的，因为我们其实在那个路的上面都还是会有上下浮动的，因为那里在修路啊，我们的路线是比较固定的。其他2台就有点太平缓了。其实 K90 至尊这个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。那其实的话，大家都大差不差呗，就 K90 至尊一开始会比较差一点，其他2台也就一般的水平吧。现在至尊版还有53的电，爱酷还有42，然后 Max 还有50的电呀。接下来我们使用百度，呸！高这个想了一下，还讲错了。车载导航，然后呢，去往这个后湖啊，然后重点关注他们在导航中的表现吧。我们已经上车了呀，然后刚刚那一节路呢，3台手机中只有爱酷中间这一台，它其实是车道比较准的，因为我们刚刚走的是辅路里面啊。现在也是它比较准的，对，它确实会相对来说比较准一点。我们现在右拐完之后就要进入到隧道了，看一下这个右拐。感觉是右边的这台至尊版稍慢一点啊。我们现在是在左侧车道里面，这个爱酷在右边，GG 了，它刚在外面车道还可以啊。我们刚刚经过虚线的部分，爱酷还是没有过来啊，它还是坚持的在右边，就弹道偏右没辙。弹道偏右了啊。我们现在刚刚进入到这个弧线，我感觉这3台都还行，3台的进度都没什么差距。对，确实，今天这个隧道算比较顺畅的。前方我们就要进入到这个隧道的分岔口了。红米提前进去了一点。红米跟爱酷，爱酷还是相对比较准的，其他2台是偏快了的。我们现在就快要驶出隧道了，看一下，其实爱酷是有点提前的。哎，左边的红米怎么不动了？对，红米的那个 Max 不动了。OK， 它是最慢的啊。导航了16分钟，终于到目的地了。3台手机都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。K9什么意思啊？K90 Max 在出隧道的时候稍微有点延迟啊，都还好。现在 Max 还有48的电，爱酷还有40的电，至尊还有51的电啊。那我们用支付宝扫描中小单车2维码吧。他说话都好容易破音哎，来吧，扫吧。这个 K90 Max 感觉慢一点啊，扫一下店门口这个共享充电宝的2维码，来吧，还是支付宝。哎，还是你这个 Max 会慢一点嘞。我们已经来到这个信号比较抽象的书艺烧仙草了，朋友们，好久没喝了。我们已经在微信里面录了1分钟微信视频了，来吧，准备发送啊，点。还是 Max 不用导出，然后它被秒了呀，完了呀。OK，Max 已经发完了，现在3台手机都是5G 网啊，跟上午一模一样嘛，就是中间的爱酷导的快一点嘛。已经开始发了。OK， 这个至尊。至尊版，发的速度也还可以啊。我们准备继续下载一个360兆左右的游戏安装包啊，来吧。我们刚刚讲了一个笑话，挺好笑，现在有点绷不住，来啊，3、2、1，走。等一下，我刚刚是不是看到一个重试啊？完了，快重试，快重试。什么？等一下，右边2台全都动不了，只有左边的 K90 Max 以10几兆的速度正在下载。它现在8兆、6兆，完了，抢完了。完了呀，秒了！它现在又到2.5兆、1.2兆了，给了一个机会，2台手机都在连接中。你这个5G A 只有1点几兆也别叫了吧，下载失败，快重点。中间的爱酷一直在重新刷新啊，爱酷重新搞一下吧。快重新搞。K90 至尊，K90 至尊10几兆 ，OK， 完。爱酷，哇，30，爱酷，我赢了。完了，爱酷抢完了，爱酷重新连接到就非常快。完了，爱酷，这个至尊又没了。你刚在旁边一直做那么大反应是什么意思啊？以为自己用的是爱酷，你知道吗？好，现在左边的 K90 Max 已经是3点几兆快下完了，它一直是有速度的。
虽然 iQOO重新连接，但是它下的挺快的啊。好 ，K90 Max 已经下完了。好 ，K90 至尊现在又一种假死状态了，5G A 的网没有任何反应啊。要不给它暂停，重新来，看它到底能不能连。感觉它要是能连上网的话，应该也会像刚才那样迅猛的下载啊。再试一下吧。也是20几兆，没人跟他抢，他就 OK 了，40兆了。啊，非常快。哎，但他就是自己不搞啊，那没办法。要打10v10的王者荣耀了，先看一下3台手机亮度，那些设置都什么调为默认的了。你为什么换那件衣服啊？因为我想换。哎，你最近有没有看歌手啊？没有。你现在有点像窦靖童，你知道吗？我谢谢你。啊，看一下亮度啊，看一下。你要说什么？你要说什么？还闻到点夜来香着。现在亮度的话，其实差的不多吧，但是感觉这一台 K90 Max 会稍微亮一点点啊。稍微调一下吧，好吗？窦靖童。等会儿来照你了。这把游戏打了快8分钟，我的 iQOO 好像最高只能到120左右了。117、123啊，差不多就在这个附近了。119，打了12分钟左右啊。刚刚一个没注意，我的 K90 Max 好像只有60帧左右了。确实是只有60帧了，朋友们，59、60啊。我就说这玩意儿怎么这么卡呢？开吧，你必须得开了。你呢？你还好吗？144。完了，这至尊的呀。哎，上午不是你一个人掉吗？狂暴完了144了。OK， 打了快12分钟，掉到90帧了。14分钟。到14分钟。啊 ，K90 至尊了。哎，结束了。你掉到多少？掉到90帧了。OK， 就89左右吧。你最后就120稳住了。我感觉是我最屌呢。对啊，你120稳住了。稳住了。那他们两个人就拉一点啊。第二把10v10拉下3台手机的负载了，依然跟上午一样，还都是先开均衡模式。负载一拉高是有点顶不住了，但还是能维持到120，也还行吧。你这刚开始啊？120怎么了？120 144你又看不出来。第二把打了5分半，然后这个至尊版呢锁到90帧了。OK 吧？哎，回去了啊哈，又像上午一样了，又变成144了。那感觉第一把要是多等一会儿，它是不是也会回到144了呀？这把游戏打了不到13分钟啊，我的红米 K90 Max 又锁60了呀。那你就开吧。看看恢复了144。这把游戏打了14分半，我的 iQOO 一进去就是120帧，毕竟什么负载什么都拉满了，但是到游戏最后还能在120上下浮动，很不错。K90 Max。跟第一把10v10差不多，也是12分钟到13分钟左右锁60帧，打开狂暴模式之后就回到了144。至尊版呢，就是第二把在几分钟之后锁到了90帧啊，然后就是144、90、144、90，一直是这个调度，来回蹦。现在是下午的5点36分，显示是用了5小时53分钟手机。因为这几台手机拍照不是那么多嘛，就少了一点，然后其他7七8八肯定少了点时间，但是电啊还剩那么多，都是主打性能，再回放一把最高画质的金铲铲吧，看看最后还能剩多少电。现在我的 iQOO 是26的电，K90 Max 现在还有36的电，K90 至尊38，回放金铲铲吧，最高画质。那你们都开性能模式吧 ？OK。我们已经看完金铲铲了，从奶茶店里出来了。现在看一下，今天用了6小时32分钟手机，他妈像狗一样干嘛呢？你干什么？最后用了6小时32分钟手机，我的 iQOO 还有12的电，我的至尊版还有27的电，我的 K90 Max 还有24的电啊。其实几乎就一样吧，其实差的也不大。接下来呢，我就先开始讲个总结吧。就是 K90 Max 这个机器啊，虽然跟 K90 至尊在参数上的差异只有处理器。Go ahead， 继续讲。但是体验上我觉得差距还是挺大的，反向差距啊。感觉你的那个性能的释放什么那些东西有点保守。就是虽然9500纸面参数比骁龙8至尊要强，但是它今天的性能表现呢，并没有比8至尊要强多少。可以说体验还不如8至尊。金铲铲锁帧也锁得比较早，王者锁帧也锁得挺厉害的，不知道贵在哪里，好吧？我告诉你贵在哪里。今天其实打游戏的时候，我们是有摸一下温度的啊。你这个确实温度要稍微低一点，是3台里面最凉快的。然后最热的呢，那肯定是那个iQOO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是那个没风扇的。对，你比这个 K90 的至尊版还是会要凉快一点点。除了游戏性能释放之外的其他方面，我觉得它的信号也没有很好，在厕所里面联通和电信都不行，早上的下载网速也不行，只是在下午的奶茶店下载的时候，唯一一台不需要重新下载的。
但是下载速度也不快吧。各种导航的表现在3台里面都算是比较差的。哎，你是不是卖的还比 K90至尊贵一点啊？贵挺多了吧？现在还贵了几百块钱啊？贵了几百块钱，但是体验上并没有什么差距哦，我觉得还不如去买 K90至尊。哎呀，这个后浪拍前浪呀，比这个 Max 还便宜几百块钱，但是体验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感知的呀。这个至尊版呢，今天主要好的3个点吧，我来说一下。第一个就是游戏这个调度，虽然说它这个感觉一刀切，要么很低的帧率，要么很高的帧率，但是这个144呢倒是也稳的也蛮久的了。而且你是狂暴模式开的最少的。第二呢是在厕所里面这个电信的信号啊，也是能刷出新的东西，但是另外2台就完全没有了。那再一个呢，就是在导航方面呀，无论是早上的这个步行的导航，它的这个实时位置可能没有那么准啊，但是它这个路线规划还是可以的。但是你还是出现了虚空行走啊。对对对，那确实，毕竟，对吧？这是一家人嘛啊。南门口那个步行轨迹里面，它的实时位置可能刚开始也是没有那么好，但是在后半段的这个实时路线还是可以的。别的方面的话，而且同样的电池，我跟这个 Max 只有处理器的区别，在这个参数上大概是的。但是你那个风扇的样式确实会影响一点啊，你是比它烫一点的。Max 是能摸出来这个有风吹出来的，但是我确实摸不到，感觉不太到风啊。今天2台手机的那个风扇模式，包括性能调度的那些东西，都是开的一模一样的。但是价格的前提下呢，我个人还是会比较喜欢这个手机啊。确实，它坐在中间，真的太像那种。最后就是我觉得你什么离婚调解员吗？还是什么坐在中间？首先价格最贵，电池最小，最后剩的电量最少，也是情有可原的。贵了不少吧？毕竟它也是一个2K 的屏幕嘛。啊，它今天我觉得整体方方面面都挺好的，亮度表现是综合来说最好的，游戏性能的下限我觉得也是最高的，它没有到90、60帧那种情况，也基本没有开什么性能模式。它的网络表现也还行，虽然下午在数据重启过一次，但是它的下载速度是飞快的。在厕所里面信号表现也尚可，高德地图的步行导航、规划路线和实时位置表现也都不错。我觉得这台手机主要问题就是价格稍微有一点点贵，它的有一点点贵吗？有一点点贵多的吧？它的综合表现来说，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。那么拍摄相关的部分，就让大师来总结一下吧。到底有什么好说的啊？因为2台红米的表现几乎就是如出一辙啊。比较好一点当然是中间这台爱酷啊。我首先觉得它拍照确实比较好看一点，拍摄规格也是3台手机里面比较高的，超广角也能拍4K 60帧啊。3台手机的前置镜头都是只能够1080P 60帧，然后在微信视频通话的时候呢，中间这台爱酷还是像以前的蓝厂一样，就是太窄了，尤其是那个前置实在有点太窄了，而且美颜非常的严重，非常夸张。爱酷有个2亿像素，所以在拍到10倍的时候也还勉强可用吧。其他2台就已经有点糊了啊。那么最后呢，就是我们的打分环节。真打吗？首先评分最低的是 K90 Max， 我们综合了4个人的主观评分，它最后是62.5分啊，就是性价比感觉有点低了，有零整，而且也没有什么地方表现的比较好啊。那么评分第2的呢，就是我的 iQOO 15T。我们的综合主观评分是63.7分啊，63.7分。它主要就是价格太贵了。对，主要就是贵了。价格降点的话，这个评分也能往70冲一冲吧。啊，那么评分最高的就是自己来介绍吧。这个这还要介绍什么？90至尊2台介绍什么东西？76分哦，76分，那这就不是堪堪可用的分数，这是很高了呀，我觉得。是确实在今年这个内存啊什么这些东西的情况下，它16+256跟12+56一开始是一个价格，现在好像还可以买到这个价格啊。所以2799买到16+256，我确实觉得可以了，就确实可以了。那么在这个价位呢，其实还有一台荣耀 VRT 可以选啊，但是这个手机我们测了太多次了，我们就是我们用的太多了。如果你要想风扇打游戏的话，这2个你随便选一个，我觉得应该都可以啊，大差不差的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视频，不要忘记了一键3连加专注。你怎么又忘记了？你要别人不要忘记。更多精彩内容请记关注离线玩家。Online， 我们每天都见，拜了个拜，不少跟你每天见。哎呀，好了，我们好多次的结尾都这样，这很恶心啊！标准公式。溜了。